你知道娜美这些年究竟被吃了多少次豆腐吗？在海贼王128集中，草帽团击败七武海克洛克达尔后，开启了宴会模式。众人在澡堂沐浴的时候，山治提议要去看一眼旁边的女士们。虽然遭到了伊卡莱姆的拒绝，但是国王却很爽快地帮忙指路。发现有人偷看，娜美非但没有生气，反而很大方地让众人看了个彻底。对人类一向不感兴趣的乔巴也被这突如其来的幸福之泉打出了鼻血。之后到了258集，草帽团为救罗宾，乘坐海上列车前往司法岛。在满是同伴的车厢中，娜美很大方地换起了衣服。如此香艳的画面，令在场的几位直男差点因为失血过多晕过去。剧情来到341集的时候，娜美在霍古巴克的宅院内洗澡，却不知道阿布萨罗姆利用透明果实的能力一直在暗处偷看她。然而光看她还觉得不够刺激，后面居然还动起了手。听到动静的2位伙伴闯了进来。该说不说，乌索普这小子真是艳福不浅。还有517集伙伴们2年后重组，在酒吧偶遇到许久未见的乌索普后，娜美表现得十分激动，直接将乌索普抱在怀里。这待遇在草帽团也就只有他能享受到了，山治这辈子都别想了。接下来当剧情到了庞克哈萨德的586集，因为特拉法尔加罗的果实能力，导致娜美和山治互换了身体。早就对娜美身材垂涎3尺的山治，怎么会放过这么好的机会？不过奸计只得逞了一半身体，就又换了回来。其实最让人气愤的是桃之助这个小鬼，他可没少吃娜美豆腐。在众人前往德雷斯罗萨的路上，桃之助享受到了主角都未曾有过的待遇，不仅与罗宾同浴，还被娜美抱在怀里。这一刻我真觉得桃之助该葬送在凯多的棍下。然而娜美被吃豆腐最离谱的一次还是和之国篇的932集，由于身份被霍金斯识破，娜美在跳出来的一瞬间，浴巾不小心掉落在地上，突如其来的弗利莎令现场的所有男女老少全都跪倒在地，简直比霸王色还要强大。这是真雷神，这是假雷神，这是真变态，这是假变态。本以为是青铜，结果是王者；本以为是王者，结果是青铜。这是有效装逼，这是无效装逼，这是真作者。所有牛皮全成真，美女剑豪带着肉来了，没想到2年后真的就来了。这是假作者，亲自答题海贼王知识大赛，却只答对了一半，得了一个不及格。取名果实刘所龙，普通家庭马山治，老底坐穿王路飞，新人罗杰布鲁克，区区四皇老慎平，萝莉杀手乌索普，平平无奇汉库克，没有野心黑胡子，迷之自信莫利亚，无敌铁块 CP9，做我儿子纽盖特。这是旱灾杰克，这是异灾奎因，这是盐灾 King， 这是孝子大河，这是倾囊相授的百兽可爱多。2周速成班，3棒教出来个5档路飞，9亿的赏金8亿的腿，10亿的赏金9亿的牙，500的赏金400的皮，100的赏金1000亿的甲。他可以是医生，也可以是粮食，还可以是狸猫，因为这个时代名为乔胡子，旧时代已经没有能煮下他的锅了。这2人凑不齐1双眼睛，这3人凑不齐1个脑子，这4人凑不齐1个绅士，这10人凑不齐1个正常的。友情不过冯克雷，温柔不过克拉松，正义不过藤虎将，男人不过白胡子，深情不过奥尼塞尔，该死不过桃之助。索隆指路不能信，山治的香烟不能点，路飞的帽子不能碰，乔巴的医术不能夸，布鲁克的问题不能答，巴基的鼻子不能说，明哥的眼睛不能摘，基拉的名字不能倒着念，但红发的面子必须给。顶上一战结束后，赤犬生了，青雉走了，黄猿躺了，藤壶糗了，绿牛拉了，卡普跪了。替灵局留给海军的时间已经不多了。乔巴能骑在索隆的身上，也能骑在山治的肩上，还可以坐在弗兰奇和布鲁克的头上，甚至罗宾也被他骑过。但是只有路飞能坐在乔巴的身上，然而奈美却可以随时随地骑在船长的头上。所以草帽团谁的地位最高已经显而易见了。这是假百兽，这是真百兽，这是假友军，这是真友军。本以为是女人，结果是男人；本以为是男人，其实是女人。这是你眼中的超新星，这是敌人眼中的超新星。这是虚假的老师，教了2年半，打了3000棒，路飞只学会了霸气。这是真正的老师，1周速成班，3棒打出来个5档路飞。这是假四皇，这是真四皇。这是弱者打架，这是半神对决。这是2年杀了56个像红发一样海贼的山贼王。你说你想让在座大佬给你个面子，那好，你至少得踏着明哥的步伐，叼着斯摩格的香烟，挂着黄猿的表情，学着黑胡子的笑，最后说着白胡子的台词，做我的儿子吧。这是面子果实，这是靠船果实，这是预言果实，这是不许动果实。海军大将其实都吃错了果实，最温暖的人吃了最冰冷的果实，最懒散的人吃了最快的果实，最无情的人吃了最炙热的果实，最残暴的人吃了最宽容的果实，最善良的人吃了毁灭性最强的果实。你以为他长这个样子，其实他长这个样子。你以为这是真的，其实是假的。你以为这是假的，其实是真的。这是毒霸王，这是必死王，这是开会王，这是连跪王，这是我们的卧底王。工资到位，4皇踢废，5险加1金，直接干海军。
古伊娜走的离谱，白胡子走的悲壮，艾斯走的遗憾，只有泽法走的潇洒。因为他的送别仪式被徒弟和同事们安排的明明白白。赤犬下的令，黄猿动的手，青之剑的木，卡普抬的棺，战国吹的响，阿赫哭的粉。初看海贼王以为草帽团是一群穷人的冒险，结果却是一群富二代的旅行。海贼王里铁一般的奇怪定律，娜美一哭，路飞脸一黑，阿龙跪了；微微一哭，路飞脸一黑，老沙跪了；罗宾一哭，路飞脸一黑，陆琪跪了；桃之助一哭，路飞脸一黑，路飞跪了；小巴一哭，路飞脸一黑，直接团灭；路飞一哭，女帝脸一黑，巴雷特跪了。所以可以总结出来，地之意志的力量来源于美女。你知道海贼王究竟能有多细吗？细节一，在东海篇克洛的回忆中有这么一段故事，他最后一次与海军战斗的时候，杀光了船上几乎所有的人，只留下了一个年轻海军，而这个海军在面对强大的克洛时却一点不怂，哪怕被踩碎了下巴也不屈服。殊不知这个英勇的海军正是路飞多年之后揍飞的父皇蒙卡。当初他被赞高催眠，带着贾克洛回到海军之后就变了个人，经常会重复一句话。细节二，在空岛篇中，艾尼路驾驶方舟真言去往月球的路上，来到了黄金钟所在的位置。当我们暂停把这张图放大10倍，你会发现左下角好像少了一块黄金指南鸟。没错，那块指南鸟确实丢了，不过巧合的是被库利克大叔找到了。先前他向草帽团展示的那块正是黄金钟丢掉的。如果你不用放大镜看，是很难发现这个小细节的。细节三，在剧场版《狂热行动》中的结尾彩蛋处，罗杰将永恒指针丢进了大海，随后便被一只海王类吞进了肚子里。这个海王类正是五鼠中将在女儿岛附近杀死的那只，放在一起对比也能看出来两只海王类非常像。而有趣的地方也来了，费斯塔被斯摩格提到很久之前，他应该就在海王类的海难中死掉了才对，但现在却好端端的又出现了，并且还获得了罗杰的永恒指针。不用我再细说，海迷们也应该明白了，这是个非常有意思的联动细节。五鼠中将把那只海王类的肚子开了个洞，刚好给了费斯塔逃出来的机会，而这也是为什么岛上来了那么多中将和大将，费斯塔却只注意到了五鼠，还提了一嘴对方的名字。细节四，香克斯一直以来都是个左撇子，但是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。红发无论是吃饭还是扶帽子的动作都是左手，而他被近海之王咬掉的那条手臂又恰恰是左力，这也就造成了红发实力被严重削弱。经常左手持剑的人，用右手战斗是发挥不出来真正的实力，所以鹰眼也清楚这一点。在这之后，他就再没找过红发切磋剑术。细节五，其实路飞很听女帝的话，他2年后穿的每件衣服都是女帝曾经穿过的，比如这件红色上衣就是女帝睡衣改的，这件白色外套也是女帝曾经穿过的。不过由于两人的身高差较大，为了让路飞穿得更舒服贴身，女帝把这些衣服都进行了裁剪。还有路飞修行时带着的水壶也是女帝送的，上面印有9蛇岛的专属花纹，所以路飞还是挺在意女帝的，至少听老婆的话。关于路飞你用放大镜也不可能知道的5个细节，全是尾田埋的伏笔。一，路飞的坤坤也是可以伸长100倍的。之前在一档采访中，就有海迷提问过这样一个问题：路飞的坤坤也能伸长吗？而尾田则是很尴尬的笑着回答了这个问题。他表示路飞可以将身体的任何部位伸长100倍，那么也包括了他的坤坤。所以路飞要是用上2档加3档和武装色霸气硬化，估计巨人族都要甘拜下风。2，路飞身上的2处伤疤是纪念艾斯。有海迷发现路飞脸上的伤疤像个草字头，胸前的伤疤是个亿，2处伤口的形状如果合在一起就是艾斯的爱，可能是尾田特意留给中国海迷的彩蛋吧，通过这种方式用来怀念逝去的艾斯。3，路飞的红色上衣是女帝用自己睡衣改的，先前女帝躺在床上所穿的红色睡衣和黄色腰带，正好就是2年后路飞一直穿的这件衣服。由于2人身高相差比较大，所以女帝把这件衣服进行了裁剪。路飞修行时代的水壶也是女帝送的，上面印有9蛇岛的专属花纹。还有2年后回到香波地群岛时，身上所披的那件白色外套，也是女帝曾经带着他潜入推进城穿的。4，路飞草帽坏掉的时候都是娜美帮他缝补，从路飞的帽子第一次被巴基弄坏开始，娜美就不停地帮他修补草帽。之后艾斯把生命卡给路飞的时候，娜美也是很不放心的把生命卡缝在了草帽里，怕的就是路飞把这么重要的东西弄丢。路飞从出海到现在经历了这么多场战斗，帽子还能像新的一样，真是多亏了娜美，不然现在路飞头顶的恐怕只剩一根稻草了。5，路飞对美丑是有概念的，虽然路飞对女帝没什么兴趣，但是他能分得清谁长得好看谁长得难看。当路飞得知可可罗婆婆是美人鱼后，直接一脸嫌弃的表示很恶心。看到亚尔丽塔瘦下来的样子，路飞也会说她是美女，甚至接连2次看到娜美的身体后，还会露出爱心形状的眼睛，不停的流鼻血。所以路飞只是不喜欢女帝，对长得好看的其他女生，他还是有反应的。